纳普良小镇啊，不仅仅是一个风景优美、气候宜人的海滨小镇，它还是一座活生生的希腊历史博物馆。是不是还是 confused 吗？同时，它也是一个集东西方文化于一体的多元文化中心。在这里啊，我们不仅能看到史前文明的痕迹，还能看到从中世纪到现代希腊进程中发生在这里的一件件影响希腊命运的历史故事和一个个传奇的人物。有地方来。1828年的时候，希腊国父 Ioannis Kapodistrias 抵达希腊的时候啊，给当地的老百姓带来了一个特殊的礼物——土豆。这当地老百姓对这种浑身泥土、其貌不扬的东西，表现出的是一副嗤之以鼻的态度。对这样的反应呢，Kapodistrias 呢也没有觉得意外。他命令军人啊，将这批土豆呢搬到了我身后的这个广场，命人持枪在不远不近的地方假装看守土豆。你在持枪看守土豆吗？对，这个时候的这些当地人啊，好像意识到自己一定是错失了什么了啊！那些看上去什么都不是的东西，为什么还要用枪看守呢？所以啊，他们就开始有意无意的路过这个广场，接近这批土豆，趁人不备的时候呢，就顺走一包。没几天之后啊，广场上堆的一大堆土豆呢，就没了，都到了这当地老百姓的餐桌上去了。尝到了美味的这些当地老百姓啊，很快就想到了将自己还没有吃完的那些土豆放在地里去种。很快呢，土豆啊就成为了所有希腊人餐桌上的一道美味。这个有趣的小故事呢，就发生在我现在所在的这一个地方——纳普良小镇。阳台上挂着花瓶。那么 Ioannis Kapodistrias 是谁？在纳普良又发生了哪些重要的历史事件呢？今天我们就一边漫步在这儿的老街老巷，一边回溯发生在这儿的点点滴滴。Our hearts beat to the city streets. We began to feel the fire. 纳普良是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的一座海滨城市，是阿尔戈斯地区的首府，也是重要的旅游目的地。这座城市啊，建成于古代，在中世纪时期呢，成为了一个重要的港口。起初呢，是由第4次十字军东征后的德拉罗斯家族控制，最后啊，被威尼斯共和国和奥斯曼帝国轮番占据。从1827年到1834年，这座城市是现代希腊的第1个首都。
墙上的这一幅画呢，就是这一个希腊国父 Ioannis Kapodistrias， 也是在这个地方被刺杀了。那么旁边的这一个呢，就是希腊的革命新区吧 ，Theodoros Kolokountonis， 是他呀率先打响了反对奥斯曼殖民的战争。再往上走一点，我估计都能看得到海了。这个广场呢，就是 Ioannis Kapodistrias 当时用来堆土豆的那个广场啊。后来呢，就成为了宪法广场。那宪法广场的旁边呢，就是当时的国会大厦。国会大厦这个建筑呢，它曾经是这个奥斯曼人在这儿修建的一个清真寺，所以呢，希腊解放之后呢，奥斯曼人被赶走了，所以呢，这座清真寺呢就变成了国会大厦。同样呢，在这个宪法广场的另一边呢，就是纳普良的考古博物馆啊。这个博物馆里面呢，这一个藏了很多一些迈锡尼时期的很重要的一些展品，包括梯林斯城堡里面发掘出来的史前的一些文物。那我们现在就到这个考古博物馆去看看吧。从20世纪30年代初，纳普良考古博物馆就设在小镇宪法广场西侧的一栋3层建筑内。这栋建筑是威尼斯占领时期留下的最完好的古迹之一。根据镶嵌在建筑外墙上的大理石铭文，该建筑建于1713年，即威尼斯第2次占领时期，由舰队总督奥古斯丁·萨格莱多建造，用作海军物资储备。博物馆常设展览分布在2楼和3楼2个布局相似的展厅内，这里陈列的展品都是来自阿尔戈斯地区，从旧石器时期到罗马时期的各个考古遗址。其中最古老的展品是从弗兰奇迪洞穴出土的旧石器时期的石器、骨器、贝壳、动物和鱼骨，以及用这些材料制成的饰品。其次是新石器时期的陶瓶、陶俑、驯养的山羊骨骼、驯化的小麦、扁豆以及切割植物的工具等等。青铜时期的展品有来自梯林斯、阿西尼、古 Epidavrus 的陶器、石器、骨制工具、大理石小雕像、线形文字壁泥板，还有保存完好的梯林斯葡萄酒冷却器，其年代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700到2200年左右，以及来自叙利亚北部的米坦尼亚的圆铜印章、彩陶、琥珀和雪花石膏制品。令人印象最深刻的是一套从登塔考古遗址出土的青铜盔甲，这套罕见的盔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5世纪末。还有大量的古希腊和罗马时期风格各异的陶罐、雕像、精美的珠宝首饰和日常生活用品。这些展品清晰地向我们展示了人类从狩猎采集向农耕、商业和手工业社会发展的漫长进程。
这里让人印象最深刻的地标性建筑是3座建于不同历史背景下的城堡：阿克罗纳布纽城堡、乌吉城堡和帕拉米迪城堡。老街背后山头的阿克罗拉夫布尼亚在青铜时期就已经形成了一个居民聚集地。遗憾的是，这一时期除了阿克罗拉夫布尼亚城墙和琐碎的生活遗迹，几乎没有其他完整的证据，只有古埃及阿姆纳菲斯3世的墓碑铭文上提及过类似的名字——那不里加。在古希腊时期，它曾是阿尔戈斯地区的一个重要的出海口。再往后它似乎一直都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存在。直到中世纪时期，它才闪亮地登上了希腊的历史舞台。第4次十字军东征结束后，纳普良小镇于公元1210年被法兰西十字军占领。为了巩固防守，他们在阿克罗纳夫布尼亚山头史前居民聚集地的遗址上修建了阿克罗纳夫布纽城堡。公元1389年，作为某种利益交换，法兰西人将小镇转让给了威尼斯公国。威尼斯人入驻小镇后，在开始加固与扩进阿克罗纳夫布纽城堡的同时，为了加强对港口的控制权，在距离海岸线400米左右的圣塞沃多里小岛上修建了布尔奇城堡。除了在城堡架设了5门火炮，还在城堡与海岸之间拉起了铁链。尽管威尼斯人对小镇的守备工作似乎已经做到了万无一失，但是公元1540年，几乎完全吞并了拜占庭帝国疆土的奥斯曼军队抵达那不良。在奥斯曼人强大的军事进攻下，威尼斯人很快就被迫撤离了那不良。然而，奥斯曼帝国因大规模的扩张而导致了对各占领地的防守薄弱，因此1686年，威尼斯人卷土重来，夺回了对那不良的控制权。次年，威尼斯人甚至长驱直入地抵达了被奥斯曼帝国占领的雅典，炮轰了当时被奥斯曼人用于储存军火的帕特农神庙，并直接导致了这座伟大神庙的坍塌。由于前车之鉴，再次回到那不良的威尼斯人，在加固与扩进阿克罗纳夫纽和布里吉2座城堡之后，于1711年到1714年之间，在阿克罗纳夫纽城堡旁边更高的帕拉米迪山上修建了更加宏伟与坚实的帕拉米迪城堡。这座城堡修建在海拔200多米、3面悬崖、1面陡坡的帕拉米迪山顶，
在面对阿克罗纳夫纽城堡方向的悬崖峭壁上，有一条据说是由999级台阶组成的秘密通道。与此同时，奥斯曼土耳其人也意识到了那普良作为伯罗奔尼撒入海口的重要战略意义，于1715年集中火力突袭了那普良的威尼斯驻军，并重新占领了那普良。之后的100多年里，奥斯曼土耳其人不仅扩建和加固了威尼斯人留下的帕拉米蒂城堡，还在这里修建了清真寺。直到1821年，出生在伯罗奔尼撒半岛 Theodoros Kolokountonis 因受到西欧革命思想的影响，组建了一支由土匪组成的队伍，揭竿而起，打响了反对奥斯曼帝国殖民希腊的第一枪。并得到了希腊各地人民的响应。1822年底，在他的指挥下，经过对帕拉米蒂城堡和布尔奇城堡长期的围困，奥斯曼土耳其军队最终不战而败。从此，那普良小镇终于回到了希腊人的怀抱，成为了第一个从奥斯曼土耳其解放出来的希腊小镇。这个漂亮。这不是 Asclepios 吗？克罗孔托尼斯也被拥立为伯罗奔尼撒革命武装部队总司令。1828年，出生于科孚岛的政治家 Ioannis Kapodistrias 被西欧各国领导推荐为现代希腊的第一位领导人。他在埃伊纳岛短暂停留之后，就来到了那普良，并在这里组建了现代希腊的第一届政府。从此，那普良小镇就成为了现代希腊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个首都。啊，这还是回到刚才那条街了嘞。哦，这应该是伊斯兰的这个东西，上面刻的好像是阿拉伯语。然而，在极力推进新政府改革的过程中，Ioannis Kapodistrias 触动了伯罗奔尼撒半岛马尼地区 Mavromichanis 的家族利益。1831年9月27日早晨，正当他准备进入圣斯比罗斯教堂礼拜的时候，被马夫罗米哈尼斯家族的2名成员刺杀。刺杀过程中留在教堂门口墙壁上的子弹痕迹，至今都清晰可见。还是在这个地方，执政者于1831年9月27号被谋杀。这就是他的打拼的一颗子弹痕迹。这还有他的照片呢。这上面画的就是基督教的第一次全球性的普世大公会议。前325年的时候，在
尼基啊，是尼基啊，汉语怎么说不知道，在小亚细亚那边的，所有的这些主教都在这个地方讨论的。当时一个最重要的主题就是关于复活节的日期在哪一天。然后呢，其实就是三位一体的这一个教义的讨论，应该是有这两个议题。这边这个就是最后的晚餐，耶稣基督带着12门徒吃完最后的晚餐之后，他就被犹太人给抓了，最后就钉了十字架。这个圣像壁后面就是圣坛，神父在里面举行圣事的地方。这个穹顶的下面4个角上去各有一个人物，这就是那个4大福音书的作者。然后在他人的旁边呢，有另外一个有的动物啊，一个是一个带翅膀的狮子，一个是一个带翅膀的牛，一个是带翅膀的老鹰，还有一个带翅膀的人啊。因为这4部福音书主题的偏向，所以呢，狮子呢就代表这个力量，动物界的，那么牛呢应该是代表这一种，老鹰代表天上的飞鸟中的这个最高层的动物，代表着人，就是马太福音呢，它的内容思想比较偏向于人性，所以就有一个带翅膀的人在这儿。让我在这坐会儿，你可拍。次年，希腊的第1位国王，年仅17岁的巴伐利亚王子奥拓，从纳普良登陆希腊，开启了希腊的王国时期。2年后，现代希腊的首都从纳普良迁往了雅典。加上这个教堂的点点，哎呀，真美！这个地方，让我的手机来拍一张照片。这是阿克罗纳夫纽，你看这个城堡，好贝好。Aspetta, stiamo chiacchierando un cappuccino di Pno, metti un map di Zachary. Ya paquete 一那。此后，帕拉米蒂城堡被改造成了关押重刑犯的监狱。希腊革命英雄 Theodoros Kolokotonis 也曾经因反对巴伐利亚王族摄政而被指控为叛国罪，关进了这里。海上的布尔奇城堡则被改造成了那些执行死刑的刽子手们的住所。如今，作为纳普良小镇的地标性景点，这2座城堡常年吸引着无数各国游客的到访。而最古老的阿库罗纳夫纽城堡在长期荒废之后，也被改造成了一家豪华的城堡酒店。